所有的宝宝们，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你们最爱的 BRIVE 男团新专现场马上就要来了，记住，长按你们的小红心，千万不要停哦！这还是电台？多媒体时代，谁不柔，谁不义呀？哎呀，这件怎么样？这件呢？这件怎么样？怎么样？等会儿我。哎呦，这件我不行，我穿不了这种风格的。S， 我不穿裙子。这个是我压箱底儿的宝贝，涂上它，保证你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哎呀，我觉得算了吧，这太红了，我还是不涂这个了。Trust me，反正我每次一涂上它呢，都能出奇制胜。你这心理暗示好吧？跟一会儿手帕你都觉得好用。闭嘴，涂。不合适吧？主任，哎，这半年的经费，半年呐，您就全拿来请男团了？你知道人家叫什么呀？叫什么呀？顶流啊！啊，要不然你也做成顶流，我也批给你半年。我虽然不是顶流，那我请的专家呢？人家是个专家，您只批50，我自己倒贴200，这合适吗？那没辙。那你自愿呢？这就是社会法则。你觉得不公平，其实很公平，是不是？要不然你也带着你的专家做成顶流啊！哎，别碰别碰！哎，亲爱的，帮我看一下报表呗。看什么？头疼下一期的选题呢。强哥，干嘛呢？怎么了？你今天看着有点不太正常。是啊，看你这表情，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这儿等女朋友呢。咱们这么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厉害的心理师，咱们是吧？我这个是全方位的在展现我的诚意。哦，那钱哥，我的镜子什么时候可以还给我？哎呦，诚意十足啊！哎，您好。你好。我想找一下前开艺主播，是在。哦，您带上这个，到里边刷卡就能进了。谢谢。前主播在里面等您。哎呦，不好意思啊。啊，没事没事，就我自己不小心，该我说对不起。不好意思。贺老师，您认识我？去年消防局的自杀干预讲座您还记得吗？我接到任务去采访，您是当时的主讲，我还采访过您呢。哦，我突然想起来了。哎，初来乍到，没想到在这儿碰到您。刚才这海报上的人是您吗？哦，对，是我，王卓。哦，您好，您好。您好。哎，您今天过来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报道。哦。开业。来的正好，给你介绍一下。不用了，这我的人。
胖总好。胖总好。胖总好，胖总好，胖总好。胖总，夫人在等您。胖总，下头谁出来？是胖总，夫人在等您。专家。哎，何老师，何老师，很希望以后你跟开毅在工作当中能擦出那种富有创造力的火花。那以后我们是一家人了，是不是？欢迎你加入我们电台这个大家庭。谢谢主任，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的。哎，这不是开毅诚心诚意邀请你吗？要不然他也不能自己掏腰。也得谢谢主任的支持啊！对，他自告奋勇，重启当年那个火遍全国的经典节目，对吧？谢谢钱主播，能够让我来参加这么宝贵的节目。哎呀，你还真得谢谢我。对，谢谢。夫人，今天怎么这么有雅兴来指导工作呀？几个月不见，你还是这么容光焕发，一点都没变。我记得你喜欢喝岩茶，曹总这儿老水仙专门给您留着。啊，不用了。我这个人说话不喜欢绕来绕去。上个星期五，我们家老曹出门参加融资酒会前，我亲手给他挑了这件白衬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途被换了下来，还换上了你给他提前准备好的衬衫。夫人，您误会了。融资酒会那天，舞台的背景幕布是纯白色底，刚好跟曹总的衣服撞色了。到时候拍出来的照片就不够醒目。我作为第一秘书，肯定是有责任和义务全方位的协助曹总树立他的职业形象嘛。全方位。这也是你的义务。姐，这就是我们平时办公的地方。钱主播好。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同事们。欢迎心理专家赫顿正式加入我们的团队。助理韩青，编导东子，你好，编辑小丽，贺老师好。乖彩张淼，熊俏，我们的制片人，节目的运营和外宣的赞助都是他负责。你好，那天晚上见过的，我记得，白天看到你更漂亮了。哪有？是你嘴甜吧？欢迎加入我们。谢谢。那我带你去直播间看看。好。这是导播间，来，这里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这些设备啊，是我们工作的时候会用到的。虽然是直播，但是为了避免多出事故，通常都会延迟8秒。这些设备我都要操作吗？这些设备大部分都由我来操作，你要负责的呢就是这个屏幕的监控，
因为咱们节目开通了网上在线的互动平台，听众呢会通过评论和留言来进行回答。你呢就负责摘取一些有营养、咱们节目合适时间段，在每个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2点，音乐和广告的时间期都有主题层。如果你有兴趣的时间的话，可以参与。但是在谈话类的节目，靠的还是临场发挥。理论上呢是什么都能说，就跟聊天一样，这点难不到你。我明白了。那我们直接来试一试，也可以有一个直观的体验。来。好。先戴上耳机，啊。谢谢。我跟你说一下，这个麦啊，保持2拳的距离，避免喷麦。哦，好，这样可以吗？差不多。紧张吗？别紧张，一会儿开场音乐放完啊，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我们就可以直奔主题。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海丰国际广播电台都市情感心理节目《心扉夜话》，我是你们的情感聆听人阿易。别愣神儿啊，我说完之后就是你了。哦，我是你们的情感聆听人阿易。我是幸福谈话者赫顿。祝咱们集团融资顺利，恭喜恭喜恭喜曹总！这边请。周总和于总来了。啊流程都安排下去了吧？啊，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开始前10分钟记得再请求我一下。好。周总、于总，好久不见。曹总知道今天你们要来，特意准备了几份礼物，我让助理带你们去看一下。好的好的，那我们一起看看呗。待会儿见。那你们先聊着。曹总，北京版是白色的，您这白衬衫有点撞色，咱们去换一件吧。贺老师你好，可以这么称呼您吗？可以。这心理学啊，是当下非常热门的一个学科。那提到心理学，不免有些人会联想到忧郁症、躁郁症，还有强迫症等等啊。那贺老师，您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心理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吗？我有多少时间可以解释这些专业名词？你不是专家吗？像你们这些专家，不是非常善于用一句简单的话去比喻和概括一些复杂的概念吗？我目前还在学习，谈不上专家。老师们用了6年的时间来对我进行答疑解惑，加上我工作的实践，算不上千帆阅尽，但是也整整有5年的时间的积累。但即便是这样，即便我拥有您这样的名嘴，可能也没有办法对这门严谨的学科，用一个比喻来以偏概全。好，那我们换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想到心理学啊，大家都会觉得这门学科是非常带有神秘色彩的学科。那也会有一些听众呢，会把心理咨询师这一类的职业跟算命的、和算星盘的人联系到一起。那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其实，无论是算命还是星盘，都是提问者想借助外界的力量，对自己的境况来进行一个抛选席位。实际上，他们内心其实都感到非常的困惑。那我们心理咨询师其实也是帮他们排忧解难。如果非常优秀的咨询师，也是可以对特定的某一个行为来进行预测的。但这是咨询师使用心理学科学的方法对来访者的行为模式，还有机体变量进行综合的判断。我们将这些整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好，相信听众们跟我一样啊，对心理学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了。哎，
我们收到了一条线上的留言提问啊，是来自手机尾号为8772的朋友，他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做到对外界一切友好，但总是毫无根据的去针对某一个人来进行恶意的揣测？这位8772的朋友，您是怎么确认对方确实针对某一个人的呢？这位8772的朋友说，当他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他都可以做到好言好语，但是面对他的时候，他就经常甩脸子，所以他很想知道这位朋友是出于什么心态，或者说他是不是也应该去接受一下心理咨询呢？这位8772的朋友，我想并不是对方的问题，是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回应，于是你感觉到非常的愤怒，对吗？这位8772的朋友说，要你分析的对象不是他。这位8772的朋友，通常来说，心理咨询师只接受本人的咨询，任何人不能代替。当然，如果你觉得非常的愤怒，你没有办法排解，甚至影响到你正常生活，那我觉得应该咨询的人是你自己。何老师，何老师，何端，何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好点了，对不起，我不能给你记录这个了。为什么？如果要是因为刚才的事情我向你道歉，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再说这个问题也不至于你这么生气吧？就是看你紧张，想调节一下气氛。节目还有1个星期就开播了，你现在不做了，我去哪儿找人啊？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待3个小时，我肯定做不到的。抱歉。听说了，听说了，什么边境集团？这我知道，大老板曹万里出轨女艺术被他老婆抓了个现行。真的呀？当然了，网上都有视频了。喂，妈。你说什么呀？好好的工作，你怎么就给搞黄了呢？现在网上传的到处都是，以后还有哪家公司敢用你啊？哎呀，真是作孽！妈，咱现在能不提这事儿吗？烦着呢。你还烦？你有什么好烦的呀？啊，好好的工作，你非要搞七搞八的干什么啦？妈，你放心，就算你女儿我饿死，也少不了你的，好吗？行，这是你说的啊，挂了。何顿，你先别冲动，你现在去也没有用啊。你这个节目我真的做不了，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不，你先别着急下结论，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来解决好不好？你到底要干嘛？以你对汤丽的了解，她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对吗？当然。我认识常传梅，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也不算认识，就是我在时间访谈的时候给她做过专访。常春梅可不是普通的贵妇人，她曾是云锦集团的2把手。现在的云锦集团是他陪着曹万里拼了几10年才拼回来的，直到去年才隐退。你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丽丽不是这样的人，不是，我当然相信丽丽不是这样的人。如果她没做这个事情，那像常春梅这种叱咤风云的女强人，她会失察错杀吗？还是说，她根本不在意真相是什么？她专访的视频还有吗？有。现在已经不是打价格战的时代了，它只可能对于消费者首次购买具有吸引力，但是产品本身的质量才能够决定消费者是否会选择继续购买。那您对于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年
年轻人好像对于产品的要求会更高，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当时播出的几集都在这儿，我已经跟同事打好招呼了。那我先去办点事儿，你有什么需要呢，就找青青。好了。嗯。比如说，同样的2家咖啡厅，其实我也在不断的适应时代的潮流。敲钟上市，我们不准备上市，那不知道也不需要上市。有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不准备上市，也不需要上市。1周后的董事大会就仰仗各位了。常总您抬爱了，是您瞧得起我们呐，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您的回归。是，来。真是奇了怪了，这什么呀？你们说这曹夫人为什么每次都在曹湾里和投资人结束会议之后，又单独约投资人见面呢？在哪儿找的？行啊，你小子哪儿弄的？那电视上爆料的汤丽丽抓拍照，一看就出自阿豪之手，从他那儿搞过来的。阿豪是谁？一个狗仔，那狗仔的圈子可小了，他们跑外采，一看照片，在顺藤摸瓜一问，就能知道是谁接的活。但他们要是接的是脏活的话，就一定会留一手。所以看来，这些都是他们反制买家的把柄。那换个角度来说，汤丽丽的偷拍照很有可能是这个常春梅找阿豪找了个角度拍照伪造的。常总，您认识汤丽丽吗？你是谁啊？汤丽丽派你来的，转告她别白费心思了，做过什么事情，彼此心知肚明。汤丽丽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她在职场当中什么样，我相信您比我更清楚。如果她真的能做出那种事情，我相信您不会把她留到今天，除非她的离开对您来说是有利用价值，比如破坏曹万里的融资计划，阻碍上市。我警告你，别再胡说八道，再跟着我，小心我报警。如果下辈子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权利，我依旧会选择做女人。正是因为那些冷眼、不公、偏见，让我有了用不完的斗志跟力量。这是你写在自传当中最后一句。你到底想说什么？在您的自传当中，完全避开了跟曾经行业龙头竞争赶超的过程。可这一部分，不正应该是自传当中最精彩的部分？所以我查阅了曾经行业龙头的资料，我发现您居然曾经是这家公司的一员。那又怎样？所以您的发家史更像是一部复仇史。在您经历中空白的10年，是在为一家公司苦心服务的10年，但您却在公司上市的前一夜倒在了内部斗争当中。所以，您带着职场的人脉离开了，与曹万里建立了今天的地位。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您跟曹万里的意见相左，反对企业上市的原因。我们不准备上市，也不需要上市。常总，您曾经也在职场当中一点一滴爬上来，我想您非常清楚，一个女孩子在职场中要受多少委屈，遭受多少心酸。忙吗？你查我？汤总，咱现在走吗？等会儿。叶家辉，29岁，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京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前往国外深造，研修医期间专攻的是精神医学专业。一毕业就收到了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疗研究中心医院的录用信。
在研究中心医院工作仅1年，就成为了院内最年轻的日本精神神经学会成员。而就是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医学天才，却在1个月前放弃深造，直奔海事，合理吗？如果是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这没什么不合理的。更重要的事情？什么更重要的事情？跟我们家老贺又是在酒吧偶遇，又是做邻居，巧的有点太明显了吧？原来搞了半天，你是怕我欺负赫顿。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对我们家老贺打什么歪主意，我汤丽丽第一个不放过你。我奶奶这2年身体不太好，总是叨唠着让我回海市，不肯跟我出国，我拗不过她，所以只能找一个折中的办法，搬到离她最近的地方，方便照顾她。这是我奶奶养老院的位置，离这只有700米。这算不算是更重要的事情？喂，小兰。丽丽姐，你看微博了吗？白天的新闻全撤了，说是照片来源不实。全撤了。汤丽丽，你怎么回事啊？我下午给你打电话不接，还关机了。我问你妈才知道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以后无论什么情况，无论你多烦多忙，都不许关机，不许不接我电话，知道吗？这是干嘛呀？怎么了？谢谢你了，贺。啥乖啊？乖啊，都过去了，没事了。嗯，我看看。你怎么在这儿？那个我们家水阀坏了，我就找他过来帮忙看一下。哦，你们晚上都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做饭吃。你还会做饭？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找你半天了。审节目呢，没看见吗？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想问一下，咱们还有空间大一点的直播间吗？最好是有窗户的那种。有，时间访谈那间，干吗？还有别的吗？哥，我现在上哪儿去给你找直播间啊？还要带窗子的。看看自己的收听率，有资格提那个要求吗？我这不就是因为自己人微言轻才来找师姐的吗？主要是时间访谈那一间也是高层封窗的，也不行。干嘛呀？突然还来这一出？没什么，就是赫顿他不太适应这种封闭的空间。幽闭恐惧症啊？他没说。哎，不过我觉得你这么一说，确实有可能。再想想办法呗。倒是有间破花房。花房？前几天呢，领导还让我招商盘活一下他。花房好啊，姐，你看还能打破咱们电台的传统模式，既复古又摩登。咱们直播间、导播间也用不了那么多地儿，再找一个咖啡厅入住，还能把地儿给盘活。你这主意不错啊，谢谢姐。谢什么？我答应了吗？周五节目开播，赶过去。得嘞，师姐出手，啥都有。最后一道菜，寿司。谢谢佳辉，这也太辛苦了。庆祝我们成为邻居的第1顿饭，不辛苦。会做饭的男人在我这儿会加10分的，那我就帮你把这10分记老贺账上吧。丽丽这个人就爱开玩笑，你别介意啊。她这个人脾气又急又直的。看出来了，着急你的人生大事。懂我哎。哎，老贺，你别说，明天我一不上班，心里还挺放松的。没看出来啊，你不太像能放松的样子。丽丽为云锦付出了很多，说放松是真的，说放不下也是真的。其实我很清楚，我就是曹总和曹夫人利益斗争的牺牲品。但是我在云锦这2年，曹总很器重我，虽然我的简历并不漂亮，但是他给了我很多机会。所以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牺牲品，这事儿我认了。
虽然曹夫人撤了新闻，但忠诚以待的曹万里明知道你是被冤枉的，却一句话也不帮你说。你打算就这么算了？直播倒计时，5、4、3、2、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丰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天的情感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钱开义。谈到女生们的友情啊，尤其是女生们口中说的闺蜜，在当今的社会呢，它似乎成为带有一些讽刺色彩的贬义词，什么闺蜜抢男友、闺蜜借钱不还、闺蜜 P 照片只 P 自己等等，甚至还有网友调侃道，说女生的友情特别像塑料花，特别假，但是永不凋谢。所以女孩子们的情感真的这么不堪一击吗？当然不是，女孩子们呢有塑料姐妹花，男人们也有塑料兄弟情，所以塑料呢是不分男女，分的是真心与人品。这里有一个 ID 叫爱吃麻辣烫的朋友，他说真正的好朋友不是杯弓交错的恭维，而是患难相知的胆魄。我很好奇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喂，你干嘛？录像！你是认真的吗？哎，我不下，我不下！哎，这么多人，你干什么？我跟你开玩笑的。哎，你有病啊你！渣男！开什么呀你？不好看吗？啊？老板，2瓶酒。好嘞，来2瓶啤酒。拼个桌可以吗？谢谢啊。那俩女的长得不错啊，在这喝酒。一会儿还你。要不聊聊啊？你喜欢什么呢，大哥？人家能看上你呢？我说咱试一试呗。哎，咱就整文的，打打闪，啊，是吧？一看这女的真够轻佻，是不是？帮她把给甩了呗。哎，你俩去问问这女的多少价钱能拿下来？我不行。能行吗，大哥？你问问人，不是你俩真怂！哎，你看我的，你想干嘛？干什么关你啥事儿？不是你谁呀？啊，别在这等我到啊！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已经听见了，我告诉你们，想都不要想。我跟你说，不关你事儿，再让我小。给你10秒，滚！欺负女孩要不要脸啊你？再不走的话我报警啊！要不想进局子赶紧走。你挺厉害，你也不是。真正的好朋友，是落寞的时候挺身而出，是真心给予彼此最强烈的喝彩，不嫉妒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是看穿了彼此的脆弱与不堪，却依然愿意用力的去拥抱对方，是千千万万来了又走的人里，我最懂你的感受。喧嚣城市回归寂静，灯火阑珊，我仍和你把酒言欢，促膝长谈。谢谢啊。嗯，谢谢。我刚才那么疯狂的挽留一个男人，特丢人吧？能让一个女孩撕心裂肺的爱上对方，那对方身上肯定会有闪光点吧？他是不是有闪光点？
有啊，有钱啊，我就是喜欢他有钱啊，虚荣吧。每个人的深层需求是由他内心深处的空缺决定的，可以理解。没错，我就是小的时候穷怕了，长大后就拼命的想弥补。有句话你听没听过？叫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命这个东西啊，人生下来就注定了。一个人一个活法，我这辈子估计也就这样了，没办法。有办法。我是说有办法能让你好起来。给你2个选择：一，让我成为你的心理咨询师；二，让我成为你的好朋友。选2。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周5，开艺将和大家一起迎来全新的节目。这是一场拨开心灵迷雾的奇幻之旅，是一次声音与心扉的完美邂逅，让我们共同期待。好家伙！哇！哎呦嚯！哎呦，这地儿这么脏，这么大，这咱仨得收拾到啥时候去啊？对呀，钱哥，咱这得收拾到猴年马月啊！猴年猪月也得收拾，你怎么办？钱哥，大家把东西放那边就行了啊，也太有心了吧！哎，这必须得报销啊！没有，都是俏姐帮忙联系的，我们俩可不敢邀功。俏姐说了呀，这花房啊太长时间没人用了，就咱们几个收拾起来，费时又费力的，这不，帮手还得是姐。回头好好谢谢人家啊！谢就谢呗，眨什么眼睛啊你？是好好谢谢人家。哎，兄弟们，今天辛苦了啊！谢谢大家，辛苦啊！辛苦了，兄弟们，咱们也干活吧。走。哎，这里太脏了，你们女孩子去休息一下啊。哎吧！你怎么了？今天看着你不太舒服。我今天正好。你看，这美柚提醒的还挺准时的呢。这么好用，回去我也下一个。我来交接一下工作。小张，丽丽姐，你有什么事交给我就行了。这个 U 盘里呢是曹总所有的喜好清单，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喜欢哪家餐厅，哪个主厨，酒店入住的要求清单，哪个城市，哪个酒店，房间楼层、方位格局这些衣食住行，还有就是关于一些重要客户的应酬准备，全在里面了。好，我知道，丽丽姐。哦，对了，小张，我还要再跟你说一下一些关于外联的注意事项。梦姐，你咖啡凉了，我再给你续一杯。现在的实习生比我们那会儿勤快多了啊。新人也得看谁来带了。梦姐，你的咖啡。高于行业的收入，动辄上亿的谈判，副总级别的生活配置，换我也不愿意拱手让人了。刘梦，你别误会，我来这儿没有别的意思。别装啊！
当小三，网友都知道了，还追着曹总不放，就不怕唾沫星子淹死你啊？你嘴巴放干净点。那口红印不是我印的，有口红印的白衬衫不是发布会那天我让曹总换下来的。曹夫人也说她记错了，所以才跟我道歉，撤了所有新闻。不可能啊，就是那件啊，照片上都有啊。说是有2件白衬衫，那口红印之前就在了。算了，不重要了。这里没有2件啊。我没有说在车里找到的呀。耍我？那天我把衬衫交给司机，司机说放到后备箱就再也没动过。怎么？是你去车里拿出来的吗？不啊，不是在车里，是我跟曹总在洗手间里印的。